我是杜丽，盛基医学院妇产科专业博士毕业，目前是盛基医院妇产科的住院医师。我是吴从瑞，我跟杜丽同学8年，目前同为盛基医院妇产科的住院医师，是闺蜜，也是竞争对手。副院长好，哎，你们赶紧去3号产房看看吧。那个没用的夜莺当晚班，这产妇1晚上还没生出来，输液都急死了，别整医疗事故了。我这先忙交班，你们发现问题赶紧找2线或者3线。好。你使劲啊！使劲儿，使劲儿！使一晚上劲儿了，你行不行啊？不能再这么生下去了，剖吧！我们不剖。昨天我跟你们说要剖，你们说能顺，就是不让剖。这疼了1晚上，罪也遭了。跟我说要剖，感情你们是让我媳妇遭2辈子是吧？这怎么剖啊？他说叫你们大医生都还没来呢。来，让我看一眼。这都什么时候了，还在这顺？赶快送手术室啊！他心已经不稳了，羊水还那么浑浊你。干什么呢你啊？我是接班医生，你聋啊！我说不剖，必须剖，赶紧的。你知道我最害怕要跟家属沟通了，一会儿给你。Hello， 魏伟哥。到病房看学校产房现场。哎，慢点！现在给记录一下。你们等等我，慢一点！你们等等我。2条命等你啊！哎，你是不是脑子坏掉了？不行就别在盛基干了，别一天天的光让其他住院医师给你擦屁股。没见过那么不长进，就你这样还想规培出科，这不可能的。情况怎么样了2线还没来。从瑞去叫黄主任了。黄主任，你慢点，小心胎儿啊！没事，13周了，胎稳了，快！那我们等黄主任来了才做啊？现在胎心多少60。还在往下降，孩子快要窒息了，来不及了，我主刀吧。这怎么行啊？你是住院医师，上级指导医生不在的情况下，你不能单独主刀。根据规定，孕妇有生命危险而上级医生又赶不到的情况下，我可以做这个决定。救人要紧。哎，房主任来了，新生儿复苏的设备我已经准备好了。哦，现在有窒息危险，必须赶紧剖，救命要紧。我们新生儿科准备好抢救了。不等了，上麻醉。好。啊？怎么偏偏这时候电梯坏了？爬楼梯。叶英这个蠢货，我绝饶不了他。规培2年，还判断不出什么时候继续顺，什么时候该去剖，蠢就算了，还不及时呼叫2线，气死我了！也不知道杜丽一个人能不能顶住呀？加速！手术时间早上9点10分。生命体征平稳。手术开始。台下准备，2科医生，准备输孩子。胎儿自主呼吸微弱。先杀先做，先做心肺复苏。1、2、3，1、2、3，1、2、3，1、2、3，1、2、3，1、2、3。
怎么样？黄主任，生理体征平稳了。继续缝合，我指导你。真的没必要庆祝，大家平时工作也挺忙的。住院总一满就被聘了主治医师，这可是火箭的速度呀，怎么能不庆祝呢？必须得庆祝，是不是？对。哎，我们来了。黄主任来了。黄主任，恭喜你，俊香。哟，这是叶医生张罗的。叶医生，你看你真是热心，人女朋友杜弟忙着手术，您忙着给人男朋友庆祝升职，真是团结友爱的好同事。那个，我们快吃蛋糕吧，我给你切蛋糕。来。这有什么可庆祝的？聘了主治还得干住院总的活，还不知道要干几年。林卫医生，对年轻人要多鼓励，丧气话少说几句。恭喜你啊！恭喜。正如林医生说的，现在医院人手紧缺，而且你们还没有出科，我还是得继续做住院总的工作，至少1年吧。那也比没聘上要好。也是，要不这样，我们今天晚上庆祝一下。这就好了。哎，你听说了吗？听说咱们这一届里头，规培一结束就要选出一个住院总来，但只有咱们2个人希望是最大的。你想当住院总吗？住院总，当然想啦，这样能省好几年的时间呢。当1年住院总，就可以争取被聘主治，当上主治，那才算是真正的医生。咱们学了这么多年，为的不就是这个吗？可是我也想当，怎么办呀？我想要好几年的宝宝也没怀上，现在我也不想纠结了，想把心思放在工作上，剩下的就听天由命吧。公平竞争吧。好，现在只能公平竞争了，我不会让你的哦。我也不会。笑什么？你行你上。你这么打根本打不赢。来，姐姐带你玩。姐姐，成年了吗？你就姐姐？这江湖地位跟年龄无关。来。李小王，哎，到你了。啊，哎，叫我了，打快点。赢了。人家得大神带着才能升级快。快去吧。你等我出来，我们再战。快去快去。别抢。坐。什么情况？怀孕了。哦，这么巧。马上19了。还没结婚吧？没有。是在我们这儿建档的吗？什么是建档？我要打胎。以前打过吗？没有。先去做个妇科检查，看看有没有打胎的条件。一会儿去查个血 ，HCG， 再做个 B 超。去床上躺着吧。好。林医生可以了。等结果出来，你再过来一趟，到时候我告诉你去哪办手续。好的，谢谢医生。客气。
谢谢。又是一个被男朋友欺骗的女孩，最后受罪的都是女人。我怎么感觉有点不太对劲呢？你觉得吗？先观察，风险是有的，但是不用太担心。黄主任，谢谢您能收我啊！我在网上查的，好多人都说，孕妇要是有疑难杂症，一定要找圣济的黄主任，说您是产科圣手，送子观音。哇，这么多人找您，您不收我？我哪有那么神啊？你的情况呢是肯定要收的。黄主任，聪瑞，李然，这是我的学生吴聪瑞，我把他派给你做管床医生，日常有什么问题都可以问他。啊，吴医生你好。你好，聪瑞，你过来一下。什么情况？血压太高，风险很大，晕了好几天了，盯紧点啊。这不像人身高血压吗？最普通的病了，干嘛特殊交代啊？什么情况？讲讲。看也不像。嘘，她老公不是个善茬，不好搞，交给别人我怕对付不了。你脑子机灵，嘴又甜，好沟通啊。交给杜弟，我怕会打起来。这么厉害呢？总之你盯紧点。我去做手术了。放心，黄主任，保证完成。有人陪同你来吗？应该有人陪同，还是不应该有人陪同？最好有人陪同。有的，我刚才还一起打游戏呢。那就好，你不能打胎，幸亏你来得早。B 超报告显示你是宫外孕，胚胎没有落在子宫里，很可能是在输卵管。你现在需要的是立刻做手术，宫外孕非常凶险，一旦输卵管破裂，生命都有危险。马上办住院手续吧，通知家属进来签手术同意书。这么严重吗？医生，那个做手术是不是比打胎要多花钱？我看你医保也不在这儿，是需要多花一点钱的。那我能不做手术吗？必须做手术。可是人家只给我打胎的钱，要是我再找他要的话，他会骂我的。谁呀？还是人吗？我帮你去跟他说。不用。要不您看，如果我不做手术的话，我还能坚持多久？我跟你仔细解释一下，为什么你现在必须要立刻做手术。你们谁是李巧的家属？有人陪李巧来吗？是有什么事儿吗？是你啊，还有心情在这儿玩手机？你知道你女朋友受了多大的罪吗？不知道啊。生理卫生课上过吗？让女孩怀孕了不肯出钱，你算个男人吗？我告诉你，你女朋友怀孕现在不肯做手术。你说李巧儿啊，她不是我女朋友。怎么？骗小姑娘时候就是女朋友，现在怀孕了就不是女朋友了？撇得够快的呀你！哎，医生，你别骂他，他不是我男朋友，我们今天刚认识。你就别护着他了。她真不是我女朋友，我是来找朋友的。啊，我们刚才一起玩了2局游戏而已。真是误会。哦。让一下，不好意思，让一下。来，让一下，让一下。来，让一下，让一下，不好意思，前面让一下，让一下，让一下。我的大白，这双鞋很难买的。我是为了见贝贝哥才第一次穿的。是你，妇产科的那个女医生。你认识我吗？别跟我套近乎。既然你不是家属，那就麻烦你不要占用我们妇产科的座位资源，请你离开。杜地医生是吧？你这样不分青红皂白的啊，火气还这么大，建议你看一下内分泌啊，免得影响病人情绪。谢谢你，现在请你离开。放心，我绝对不会再来。什么人？哎，你等等。怎么了？那个，你能不能看在我带你升级的份上，
借我点钱。好点没？啊，还是晕。哦，这位是我的管床医生吴医生，这是我老公。他这个头晕跟孕期同房没关系吗？这个头晕跟你们干的事儿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关系。他呢，我们要抓紧时间给他降压，他是妊娠高血压，所以怀孕期间呢要吃清淡的东西。清淡。麻辣鸡翅算吗？这位家属，您是怎么认为麻辣鸡翅跟清淡2个字有划等号的可能性的？她怀孕期间你都给她吃什么啊？她口味重，她喜欢辣的呀，不是说酸儿辣米吗？川菜、湘菜什么的，我都给她买。怀孕了还吃重油重盐的外卖，你这个老公也太不靠谱了吧？你就没有跟你老婆一起去上产前课啊？产前还上课？你妈妈、你丈母娘就没给你交代过什么？有一句曾经特别流行的话，不知道你听过没有？中文的、英文的？中文的，说谎的人要吞1000根针的哟。那你吞了吗？我吗？不知道是谁在门诊说谎，结果在病房门口被堵在现场。哎，你，刚提醒过你要空腹的，你当男朋友怎么回事啊？不能提醒一下他吗？不是说过了，我不是她男朋友，我只是陪朋友办个住院手续而已。朋友？要是我没记错的话，应该是今天刚刚认识的朋友吧？对啊。你这个人好闲啊！工作日跑到妇产科的门诊来闲逛，顺便认识了一个朋友，还要顺便陪朋友来住院。做手术应该你也要陪着吧？手术费应该也是你交的吧？那应该不会，我还要去见个朋友，手术我就不陪他做。你这人真让人火大！你这个人真是阴魂不散。医生还做不做检查？做，这个单子你看一下。哎，你去哪儿啊？交钱啊？刚才已经交过了。现在开始害怕了？一个人待在医院，害怕是正常的。打电话叫你男朋友过来陪你吧。刚才那个哥哥，真的不是我男朋友，我没住过院，不知道该怎么办，所以求他帮我。等他办完全部的手续，以后就不会再来了。真的？你不是包庇他？真的，人家是从国外回来的博士，我哪配得上那样的男朋友？就他那样还博士？那你真的男朋友呢？叫他过来吧。他说了，给了我打胎的钱，就叫我以后不要再去找他。什么男人啊？要不要脸？医生，我一个人可以的。我刚问别人借了点钱，应该付得起手术费的。还是要有家属在，万一在手术途中出了任何的问题，我们也好跟家属及时沟通。真的出现什么意外的话，那就听天由命吧。距离手术还有点时间，你还是尽量叫家属过来吧。芳儿姐，昨天晚上没睡好啊？哎呀，住院医师睡得再好也睡不够。我要是你，我早就不干了。冯医生在新生儿科发展的这么好，年纪轻轻就是副主任医师，有这么靠谱的老公，你这么累干什么？除非你的老公就是刚才那种，那就累了，一辈子都不着调。你勤给他测着点血压，妊娠高血压可不是小事儿。我看她那老公啊，可是指望不上。医生，我老婆很快就会出院吧？目前还不能确定。我有点事儿要出去1个星期，不会要住1个星期吧？难说，您必须得出去吗？那谁照顾他呢？家里没别人，他说自己他能行。但是，来了，兄弟在楼下等我，你有什么事打我电话啊。但是血压没有控制住，打我电话，你早点回来。哎，什么人啊，真是不靠谱。啦啦啦啦，你吃力疯啊？啦啦啦啦，我今天接生了7个宝宝，
7个哎，整整1对的葫芦娃。这是我入院以来接生最多的一天。每当我看到宝宝诞生的时候，我心里面都是幸福感爆棚的。虽然身体上累点，但是心里的成就感还是很幸福的。我当初选择妇产科真的是无比的正确，因为世界上没有什么工作比见证新生命的诞生更有意义。意义就是累死你。一个难产的给我搞了1下午，连医生的手术我都错过了。几点了？8点。啊，那我得赶紧走了。李俊熙还叫我去他家吃饭呢。哎，他约你去他家吃饭？他要向你求婚吗？不会吧？怎么不会啊？他是不是从来都没有邀请你去他家住？那是因为太远了，5环外还有2个室友，来回就得2个半小时，有那个时间睡觉不香吗？所以肯定是有问题的。他今天升职哎，是不是想搞个双喜临门？他要跟你求婚，你答应吗？这怎么还犹豫呢？你们2个人可是全世界最稳定的一对了。还有啊，你可要小心，现在多少单身的护士和医生对李俊霄虎视眈眈。你要再不跟他结婚，小心他被别人抢了。你也太夸张了，我怎么不知道有人喜欢他？一点都不夸张，我看叶英就有那个心思。你真的觉得现在是我们结婚的好时机吗？怎么不是好时机啊？我想聘了主治以后再结。你们俩一个住在5环外跟别人合租，一个住在离医院那么远的地方蹲地下室，2个人在一起结了婚，能住得好一点，生活成本也降低了，多好呀！如果结婚只是为了降低生活成本，那就失去了它的意义。我还是想等工作稳定了之后再说。人生走每一步都要自己想清楚，不能被外界因素影响。没有什么因素能影响你们结婚。你们2人从大学到现在都已经谈了5年恋爱了。话说也赶紧要办了，什么年龄就干什么年龄该干的事儿，29了也该结婚，知道吗？你现在说话的语气越来越像黄主任了。不跟你瞎扯了，我走了。答应他 ，Yes you do。来了。怎么点成蜡烛了？这么冷的。房东说要把房子卖了，逼着我们搬家。我哪有时间搬家呀？我那2个室友搬走之后，他就把屋子里的电停了。我本来还说今天买了菜和肉想给你做饭吃呢，结果都浪费了。不过我点了外卖，马上就送过来。折腾那么久还点外卖，你点什么了？我们2个第一次约会，吃的小龙虾。最近小龙虾那么贵？小龙虾虽然不适合今天晚上的气氛，但我觉得毕竟有纪念意义。徒弟，今天晚上虽然没有电，但屋子里这些蜡烛，我觉得更浪漫。嫁给我。我现在存款只够买这么大的，等我涨了工资，我一定努力攒钱给你换一个。不是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你先起来。我们不是商量好了吗？等工作稳定了以后再结婚。怎么稳定了？我今天知道被聘主治，我第一个念头就是要跟你求婚。可是我还没有，我才第2年轮转，还有1年才结束规培，而且我还要跟聪瑞一起竞争1年后的住院总呢。那你还跟他争什么呀？让给他就好了。只要你能保证规培考试顺利通过，肯定能留院。咱们先结婚生孩子，以后再慢慢往上走嘛。要不然你看，你1年住院组，1年规培，结束之后你都31岁了，万一要像我一样，一时间没有一个合适的人选接替住院总的位子，再耽误2年，那不就成了高龄产妇了？亲爱的。亲爱的，咱们2个都是医生，
如果想要组成家庭，肯定会牺牲一个人的事业进度的。女人嘛，早晚都要结婚生孩子，无论什么时候都会耽误工作，所以挑选时机是没有意义的。我都想好了，如果我们第一胎生的是女孩，等她2到3岁的时候，我们再假生一个，正好一男一女，凑个好字。徐潇，我还没有答应你的求婚。对，我刚才一着急给站起来，把程序走了。哎，我想见证住院走。为什么？我想用最短的时间结束初级医生的阶段，然后在最顶级的妇产科做最顶级的医生。这是我在大学里确定妇产科方向的时候就定下的目标，而且一直都没有改变过。我知道你的偶像是林巧稚，但是你做不了林巧稚，她终生未嫁，你也要学她吗？我不是什么都要学林巧稚，但是在事业的上升期，在这样关键的时刻让我选择终止，去生孩子照顾家庭，我看着身边的人都在往前奔跑，我却什么都不做，我做不到。而且生孩子耽误的不是1、2年，起码有4、5年都不能好好工作，那我的事业拖延的就不只是4、5年了。那你就想做高龄产妇？30几岁不算高龄。怎么不算？你好歹也是妇产科医生吧？虽然现在有很多40多岁的女人结婚生孩子，但她们身体发生那些问题和20多岁的姑娘能比吗？你见过有几个20多岁有妊高症的？咱们2个都是医生，就别自欺欺人了吧。而且现在不是说让你终止，是让你暂缓2年，为了家庭。我已经是主治了，你为什么不能再次放弃竞争，好好照顾家庭呢？为了家庭，就要放弃另外一个人的梦想吗？难道我的事业不值得被尊重？事实就是，女人你只要想生孩子、想照顾孩子，一定会拖累工作，要不然你就像林巧稚一样。原来我在你眼里不是一个平等的人，只是一个有子宫的工具人而已。凭什么一个有实力的妇产科女医生就要把生孩子、照顾家庭当做人生的终极目标呢？行了，你就别跟我争了。事实就是，女人，尤其是女医生，是不可能做到工作与家庭两全的。你只能选一个。你不要以为你把招娣的娣改成皇帝的帝，你就是女皇了。啊，就算咱是女皇，你不也得生儿子拼命继位吗？李俊霄，你知道我最讨厌别人重男轻女，也知道我最讨厌别人说我的名字是为了招来一个弟弟。我一直以为选择妇产科的你，是一个懂得尊重女性的人，看来是我想错了。今天你的求婚，我不但不能答应，我还要好好考虑一下我们2个是不是适合在一起。你什么意思啊？你等等，杜弟，你如果今天从这扇门走出去，我李继霄以后绝对不会再向你求婚。我先用卫生间。葫芦娃显影啊！老公，哎，你看，有了。老公，你是不是高兴都不会笑了？不应该啊！上个月咱们俩都休息的时候就来了那么1次，不会那么准吧？那你看，这都是我的努力和葫芦娃的加持。跟葫芦娃有什么关系？你不懂，我已经决定了，孩子的小名呢就叫葫芦娃。哎，那你还竞争住院总吗？对啊，1年以后的规培考试我都不能参加了，那怎么办呀？来，我给你分析一下。妇产科现在人手奇缺吧，加上田主任刚刚上任，上升通道肯定没有之前那么紧。应该说，这是盛济妇产科有史以来
生殖最容易的阶段。如果咱们现在不生孩子，1年之后出科，再干1年住院总聘主治，再加上你的导师刚好又是最资深的黄主任，赶上个好的科研项目，很有可能连续快速上升。但如果咱们留住这个孩子，2年之后再继续规培，再干1年住院总，小4年出去了，4年之后该占的位置可都被别人占满了，到时候有可能你再想怎么努力都没用了。所以你一定要考虑清楚，到底是要孩子，还是要事业。要孩子。黄主任要查房了，都准备好了。各位家属，这位是我们的科室主任黄主任，特意来看看大家的情况。黄主任好。你好。一床25岁，主因停经13周，恶心呕吐6周，加重1周入院。既往月经规律，停经34天，查尿 HCG 确定妊娠，停经40天出现恶心，伴间断性呕吐，无伴随腹胀、腹泻、发热等症状，脉搏加快，全身检查有轻度的脱水症状，符合妊娠剧吐的症状。我记得你。昨天是我收入院的，当时尿酮体是每100毫升150，尿比重达到1.025，现在感觉怎么样？主任，他现在还是呕吐的很厉害，我特意给他做了很多营养餐，可他一口都吃不下去，这可怎么办啊？天天这样，孩子怎么吸收到营养啊？这个孕妇跟我透露过，她有流产的想法。但是这个婆婆给她的压力太大了，让她不停地吃东西，但是这种情况下根本没办法吃下东西。您的担心我很理解，但是有个情况我必须要跟您解释一下，这种妊娠剧吐呢，跟我们平常怀孕的恶心是不一样的，它是一种病，不是心理作用，也不是矫情，需要配合医生的治疗。家属的关心和理解呢，对于孕妇来说非常重要。理解，特别理解。我一直特别用心照顾我的儿媳妇。您是好婆婆，儿媳妇呢也是好儿媳。您不知道的是，我们医院里面有过就是妊娠剧吐很严重的，撑不下去了，跟家人商量以后呢，选择把孩子流掉的也是有的。您的儿媳妇啊已经很坚持了，她这么坚强，你得鼓励一下她。谢谢黄主任，我一定会坚持下去的。放心吧，我们会帮助你的。接下来怎么治疗？聪瑞，你说说。暂时禁食，充分静脉补充营养，静脉每日注射3000到3500毫升，补充钾离子、钙离子，补充热量，加入维生素 C、维生素 B6。还有呢？还有，尽快纠正低钾低钙血症，纠正脱水状态。治疗期间密切监测血电解质、尿常规、血气分析等化验，严格记录出入量。根据尿量补液。好的。王倩倩32岁，孕20周，昨天晚上120拉过来的。她是因为做家务后阴道少量出血 ，B 超显示可疑胎盘早剥。那你们的治疗意见是什么？杜弟，以王倩倩的临床表现看来，继续保胎风险很大，应该尽早终止妊娠。你的意见呢，聪瑞？以 B 超的情况来看，确实可以终止妊娠，但是什么？但是我建议还是保一保，因为她患有多囊卵巢，结婚7年了都没有怀孕，就是这个宝宝都是看了好多年不孕不育才怀上的。如果这一次给她留了，那恐怕以后很难再有做妈妈的机会了。黄主任，您就帮帮我吧，我真的很想留下这个孩子。这样吧，首先保胎，我会给你再找一个有经验的 B 超医生，给你再做一次 B 超。如果没有新鲜出血，各项指标都良好的话，可以尝试保一下这个胎。太好了，谢谢您。
值夜班了？没有，不知道为什么最近这么困。还不到30岁就这样，这以后要是怀孕了，怎么坚持工作啊？应该没什么问题吧？为什么你们明明见了那么多有问题的高龄女产妇啊，却对自己高龄怀孕还抱有幻想？我们毕竟是妇产科的女医生，对自己的身体还是有所了解。你比如说黄主任吧，她怀着1胎的时候，并不影响她发表 SCI， 现在怀着2胎了，也就孕吐那几天休息了1周，现在胎儿稳定了，该手术她就手术啊，一天能干5胎呢，她都快40了。你们总是拿特例来说服自己，人黄主任很早就生第1胎了，错过最佳的生育年龄，最后后悔的还是自己。你今天吃枪药啦？饭里埋炸药啦？徒弟，这儿。我多远李军翔？你俩吵架了？有人不想结婚，可能是想分手吧。不会吧？开什么玩笑？我也觉得，老天跟我开了一个很大的玩笑。哎呀，杜迪和李定霄是不是分手了？没有，不然你怎么也能我爸？你别护着杜迪了，他们俩平时天天坐在一块儿吃饭，今天一个这边一个那边，你看着不超过今天下班时间，全科室都会知道这件事儿，而且马上就有人来追李定霄。你可看着你手下那帮小护士，人家2人只是闹个别扭，过2天可就好了。你别让你底下那些姑娘见缝插针。我手下的护士们，个个温柔贤淑，哪个不比杜迪脾气好？哎呀，我就没见过这么凶悍的女医生，整天咬护士，咬上级医生，咬患者家属，人家这3王外行可真没气性。他那是眼里容不得沙子。哼。我得去劝劝这俩人。闹别扭是正常的，你们俩在一起这么多年，从来都没有闹过别扭，我反而觉得这不正常。你要知道，闹别扭是感情升华的必然阶段，等你们这个阶段过了，感情就升华了呀。从蕊，我问你啊，如果冯远航提出让你为了家庭和孩子暂时放弃在生计工作，你会同意吗？当然啦，我本就是这么想的。你看，正常女生都会这么想吧，但是杜弟他就不一样，他觉得他所谓的那个事业，他所谓的要拿第1，比什么都重要，甚至比我都重要。你不能这么想，你要记住，你在杜弟的心里面是非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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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重要的。闹别扭这个时候呢，女人往往等的是男人心里的一个道歉，只要你跟他面前低个头服个软，他肯定会好好跟你谈的。我的床我先去了。药还没打完，人就抽我了。吴医生，我刚才一下什么都不知道了，我现在特别晕，怎么办呢？给他吸氧，听胎心，上心电监护仪。化验单给我看看。出现大量的尿蛋白，病情进展也太快了。然后呢？然后给他解经，加入硫酸镁。要不我给黄主任打个电话去。干什么？手术呢？黄主任，那个妊高症的那个李然啊，他忽然抽搐了，不过现在已经好了。然后现在胎儿胎心是正常的，生命体征目前也是平稳的。尿蛋白高吗？很高。那废什么话，上硫酸镁啊！快，硫酸镁。赶紧给她老公打电话。好，硫酸镁2.5。我老婆怎么了？子贤，怎么会有这种病？为什么会有这种病？你小点声，小声。以后他现在已经不丑了。这种病啊，发生的原因很复杂，
也是多种因素而引起的。有的人平时没有高血压，哎，她怀孕了的就是有。我看你爱人的这个情况，应该平时不怎么运动，又重盐又重辣，她有高血压的家族史吧？有没有得过血栓？家族史我不知道，我们都是孤儿。啊？我没有妈妈，也没有丈母娘。我们俩知道怀孕以后，也不知道该怎么办。我是个乐队主唱，乐队不出名，也赚不了什么钱。我就想，反正什么都不知道，那就多找点演出，多赚点钱呗。希望能给他们以后生活上多些保障。那你爱人什么职业啊？他是乐器店的收费员，我们俩是买乐器的时候认识的。还真是，他一坐就是一天也没法运动，他还经常跟我说，每次做我的腿发麻。那我赶紧给他做个检查，看看他腿上有没有血栓。医生，我本来准备去外地演出的，但是我把演出给推了。想来想去还是不放心，钱也赔给别人了。我现在可以安安心心天天陪着他，一定要好好照顾好他们两个。你现在也只能天天在这儿陪着他了，因为我们要监测孕产妇以及胎儿，随时准备剖宫产。你要做好孩子早产的心理准备，如果严重的话，有可能保不住。你又站了一天呀，黄主任，您还是减少手术吧，这样下去。减少手术量，谁来接啊？你啊？我没能耐，帮不了老师。知道我叫你过来干嘛吗？不知道。我是几线啊？3线。那1线发生不能解决的问题时，应该找几线？2线呀。那李然今天发生问题时，为什么给我打电话？那是您特别交代的患者，所以我一急就给您打了。哎呀，聪瑞，我是你的导师，你有问题习惯性的找我，我不是不乐意，但是你也要记得，你也是这个医院的住院医师，凡事不能够不尊重医院的制度。医院的制度是这么多年来经历了无数代的医生的经验而建立的，能够最大化的去保障患者的生命安全，保证医疗资源的合理分配。今天你应该立刻给2线医生打电话，这样才能够以最快的速度去解决不能解决的问题。再者，李然今天的状况，难道你无法单独处理吗？你这几年白跟我学了。对不起。昨天我看到了杜弟的手术，深为震撼。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住院医师能够达到这样的水平，简直是天才。你现在连这样的状况都处理不了，你怎么跟他争院总啊？黄主任，我有个问题想请教您，您是怎么做到事业和家庭兼顾的？你觉得我能一边怀孕生小孩一边当住院总？我读研的时候已经把老大生了，什么年龄做什么事。20几岁是生育能力最旺盛的时候，你们都拖着。上周那个流产的41岁的孕妇，那才真叫有钱。大企业的合伙人买房像买大白菜，拼事业的时候都觉得自己还有时间生孩子。结果到想生的时候，怎么样？卵巢衰竭，做了10几次的试管婴儿，好不容易勉强怀上了，又流掉了。这样的例子还少吗？我劝你，要么赶紧生孩子，要么好好当院总。两头都想占的事情是不可能的。怎么样？你想生孩子了？想生早点说呀，我也不操心拽着你，让杜弟先生职。我就是随便问一下。我给你的爱，拦不下所有水的，我们别害怕，都勇敢点会好。想想也沉醉，第一次看到你在微笑，安心去熟睡，不需要皱眉和烦恼。这
是什么歌？还挺好听的哎。不知道哎，可能自己写的吧。太浪漫了。我要是有一个会写歌唱歌的老公，我就再也不看漫画，再也不追爱豆了，我就天天只听我老公唱歌。哎呦，是谁之前说的找这样的老公一辈子都不靠谱？我错了，我之前看走眼了，行了吧？看来这人呐，还真是不可貌相。我给你的爱，我揽不下所有，摔倒我们别害怕，你依然会奔跑。亲爱的宝贝，你有多珍贵，要你知道，你值得拥有。想什么呢？冯远航怎么会唱歌呢？喂，崇瑞，我今晚得加班，明天有个大活，脑癌合并妊娠，我们新生儿科得配合。一定要加班吗？我今天晚上订了一个特别高端的馆子，黑珍珠5星呢，我想和你好好庆祝一下。庆祝什么？庆祝怀孕啊！哎呦，我真的去不了，要不你找杜弟去吃。我怀的是杜弟的孩子吗？你是不喜欢这个孩子在这个时间的到来吗？对不起。那明天呢？这手术比较复杂，得看我什么时候下来。明天是我的生日啊？明天几号？我败给你了。那要不这样吧，你赶在12点之前到家，好歹跟我一起切个蛋糕吧。行，我挂了啊。都不给我订个蛋糕吗？挂这么快？上双拍真是把我累死了。睡着了？你看这是。啊，赖床叫我？什么赖床叫你？我叫你？怎么睡成这样了？亲爱的，有个事儿呢，我必须要告诉你。什么事儿？吞吞吐吐的。我怀孕了。所以你这几天一直哈欠连天的。几周了？产检了吗？你要不要请假休息？你的班我都给你顶上。别啊，我刚刚查出来的，等胎儿稳定了再告诉别人吧。那金针住院总的事儿，我放弃了。放弃了？住院总，就是一天24个小时总住在医院。明年这个时候呀，我都生了，我还怎么当住院总？那你就这样放弃了，甘心吗？为了我的孩子，有什么不甘心的呀？不过你也挺好的，我放弃了，你呢，要争取拿下这个住院总的名额，听见没？听到了。哎，B 超做了吗？还没来得及呢。你知道吗？这个场景我已经幻想过很多次了。恭喜你啊，美梦成真了。我要生够3个。哦，有点凉啊。看见了吗？在宫内，你看。看到了，这是一个小生命哎，杜弟。现在我的身体是2个生命在用，我真的很感动。我在孕育一个新的生命，我觉得特别美好，特别神奇，总之特别复杂。哎，我呀，看到这个小点儿也觉得特别神奇。
他竟然是你的宝宝。我觉得我干女儿一定会特别可爱的。你怎么知道是干女儿？为什么不是干儿子啊？女儿好，贴心的小棉袄。喜欢女儿，但是也儿子。给他起什么名啊？叫小葫芦。啊？生老二叫二娃，生老三就叫三娃。你是看葫芦娃走火入魔了吗？我提醒你哦，最近一定要特别小心，这几天最好先建档，一旦发现出血什么的，马上检查。你现在不到3个月，还不是很稳定的。笑什么？这是医嘱。冷冰冰的女帝，竟然也变得这么啰里啰嗦了，啊？闺蜜还是比老公靠谱。那必须的。坏了！干嘛一惊一乍的？刚才跟你说了要小心点儿。我给忘了，李君霄在柳叶岛餐厅等着你呢，你快去。都弟，情侣之间出现问题要及时沟通，你这样的话就对你们5年的感情不负责任了。5年的感情是很重要，但最大的问题是3观不同。以前在学校的时候，大家的生活都很简单，从来都没有想过以后未来会是什么样子的。最近这2年，我觉得李君霄变得越来越陌生了，他的很多想法观点我都接受不了。那你有跟他沟通过吗？你有没有跟他讲你希望未来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？你跟他讲过吗？没有。那不就是了？快去吧。待会儿万一病房有什么事，那还有我呢。我现在只是怀孕了，并不影响工作呀。那好吧。待会儿要是没什么事儿的话，你就悄悄眯一会儿，睡的时候盖点东西，别到时候着凉了。知道。这是我见过最武断的住院医师。你也是我见过最不符合常理的患者家属。哟，看来有故事啊，你俩。要不坐下，慢慢说。不用，我找人。那人谁啊？李医生，她男朋友，刚聘上主治，正春风得意呢。就这种不讲道理的女人还有男朋友呢？她呀，刀子嘴豆腐心，这种人最吃亏了。跟林蔚在一起那个男的谁？不知道，管他呢。哟，杜弟来了，冻柠茶吗？工作上的拼命3娘，放松也没少来嘛。你叫我来是来找茬的吗？我哪次来这儿，不是科室聚会，你没参加？不是那个意思，我就感叹一下。今天，我想跟你冷静谈一下。我承认，那天是因为我生了主治，被好消息冲昏了头，也特别想向你证明，我愿意和你组成一个家庭的诚意。一着急，有些话说的不是。我们2个处了5年，5年不是个简单的数字吧？它是我们相知相伴的时间，至少应该被尊重吧。相知相伴，你真的觉得我们相知过吗？冻柠茶第1杯免费。你们还真信守承诺。那当然了，我们老板啊以前是医生，老板说了必须优待医生。听说杜弟是盛极医院近年来最好的女住院医师，必须照顾周到。你可是去年我们长岛冰茶挑战赛的第1名，连喝7杯脸都不带红。到现在这个记录还没人能打破。我们老板说了，不管你什么时候来，第1杯永远免费，这气度太好了。我不喝酒，只是不想说。就连喝酒我也喝不过你。我1杯啤酒的量，你呢？7杯长岛冰茶。可能我一开始就不应该找一个什么事都要拿第1的女人。你接着说。女人就是女人，男人征服世界，女人通过征服男人征服世界，这是生理决定的。男人用雄性激素来培养肌肉，女人的雌性激素用来抚育后代，这是天生的吧？杜迪，
你能不能改改你的臭脾气？我真的是为了你好，你知道大家私底下怎么说你？说要不是张主任护着你，院里没有一个领导愿意接收你这样的女医生。你和别人沟通处处带刺儿，不光是病人家属，就连医生护士都不愿意跟你合作。就你这样，你还想当住院总啊？你知不知道，住院总不光要有专业的技能，还要能够很好的协调院里的各个科室以及病房。你觉得你这样能做到吗？李金霄，你这是求婚不成，改成人身攻击了是吗？我以前怎么没发现你这人这么恶心呢？谁恶心？就你这种态度，我们根本没法沟通。我今天过来跟你聊，就是多余的。你看，吵架了，说早要分手。乌鸦嘴。你什么意思？你是不是早就想跟我分手了？你就是嫌我穷呗？可怜。喂，杜医生，赶快回来，李巧儿在厕所晕倒了。我知道了，马上回去。怎么了？李巧儿可能输卵管破了。他现在怎么样了？是什么情况？先把病人送进去，马上来。李飞说他今晚一直跑厕所，我估计是出血导致的下腹坠胀，他误以为是拉肚子，最后一次上厕所的时候就直接晕倒了。幸亏李飞知道他是宫外孕，就一直盯着，没有敢松懈。现在必须做手术，不过有2个问题：第一，他没有家属可以签字；第二，他没有后续的治疗费用。费用我出。你不是跟他没关系吗？我跟他也算是朋友了，先救人要紧。从超声报告来看，他胎囊着床的位置非常不好，是最胸前的输卵管下部妊娠，破裂后，输卵管功能可能会受到损伤。这个手术我来吧，杜迪，你来当助手。好。难怪会破，那么细的输卵管里长了这么大一个胎囊。估计他早就觉得不舒服了，不过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就没意识到严重性。这个输卵管破成这样，切了吧。哎，不要，不要也不行啊！要是硬缝上了，也起不了什么作用，以后再发生宫外孕。林医生，她还这么年轻，一看就是来城市里面打工的乡下姑娘。如果一侧输卵管没了，以后会留下心理阴影的。我们努力试试吧。我们只能给她象征意义上的完成了。那先，术后再跟患者沟通吧。不，妈，你妈我黄土埋到脖子的人了，就想要个孙子，有错吗？我跟您说过了，那只是个阑尾炎手术，跟生孩子没关系。我知道没关系，可我就是心里难受啊，有气儿没处撒。没那回事儿。那你倒是让他给我生一个，看什么看？行了行了。这宫外孕手术这么长时间，赶上脑外科了。你懂医？啊，我也学医的。哦。哪所学校？约翰霍普纽斯。名校。哎，杜弟是你女朋友？可能就快不是了吧。哦。好了。林医生，谢谢你。要谢也是李巧儿谢我，你谢我什么呀？几点了？2点了。你来灌服。怎么样了？没事，走吧，我们继续，剩下的交给杜弟处理就行。走吧。
我们还继续吗？我们还是分手吧。为什么对我这么狠啊？李君霄，我成为不了你所期待的那种女人。我不可能因为我是女人，就牺牲我自己想要的东西。我也不喜欢别人只把我当成女人，而不是当成人来看待。我不能对女人所遭受的那种不公平而视若无睹，或者是努力接受，然后等到麻木，然后再用这套说辞去说服我的女儿或者是其他的女性。我做不到。杜丽，你会后悔的。妈，妈，这次考试啊，我们小弟又是全年级第一。一个女孩子，就算再厉害，以后不也还是别人家的儿媳妇儿？浪费那些钱有什么用啊？以后别来烦我了。妈，咱当着孩子的面，能不能别这样说话？我还没怨你，你反倒教训我啊！我没求着你们来看我，你们跑来惹我生气，想要跟我说话，先给我生个孙子再说。妈，咱不是说好了吗？事业单位不能再生，有小弟一个人就行了。你辞职啊？是你工作重要啊，还是我们老杜家后代重要啊？啊！好，我们再考虑考虑。妈，您别生气啊。你说什么呢？怎么说话呢你？给奶奶道歉。奶奶不讲道理，我才不给道歉呢！我就是比男的强。小白，手机找到了吗？找到了，来了。喂，我是不是死了？差一点儿，你昨天晚上输卵管被撑破了，所以做了手术。我这还没打胎呢，就先做了手术，那得多少钱？胎儿已经没了。真的？真的。谢天谢地，终于没了。那我什么时候能出院啊？这里是单人病房吗？我可住不起啊。手术费、住院费我都帮你交了啊，你就安心养病吧。先走了。那我得帮你生多少气，才能还得起？你不用帮我练习，不过你最好把你家人叫过来，我还有重要的事情，不能天天陪着你。我不敢。为什么？我叔叔说，要是让我家里知道，就告诉我爸，说我不检点，到城里就乱搞，让我们全家都抬不起头。你叔叔？我们村里的孩子都是这个人带出来打工的。我来了没多久，他就逼我不肯，他就打我。我离家没来，他发现我怀孕了，就给我钱叫我去打掉，还说不许告诉别人。巧儿，这种事情你不能忍呀，你这是被强奸了，你知道吗？你如果忍下去，还有更多的女孩会被伤害。我不敢，我真的不敢。报警吧！你们说的我都听到了。
我害怕。他还没做好准备。不管你有没有做好准备，取出的胎囊我会做好证据保护程序。你不报警，我帮你报。你这个人能不能先考虑当事人的感受啊？他现在这么害怕，将来取证的过程中还会被一遍一遍的询问事情经过，再加上家庭社会的压力，对他来说都是2次3次的伤害。还是让他先有了勇气，做好心理准备，面对这一切的时候，再走下一步。在你找勇气做心理准备的时候，你说的那个人，有可能已经害了你的另外一个女同乡，这是你想看到的吗？不要给他那么大压力，他才刚做完手术。好疼！都是你。是我行了吗？你先出去，我给他处理。